究竟是什么样的脑回路才能想到这种离谱的剧情？脚踏5条船也就算了，现在竟然连女朋友的妈妈都不放过。于香里的母亲发现了于香里和炼太郎以及另外4个女孩之间的混乱关系，自然不可能让心爱的女儿加入他们，于是他选择自己加入。而炼太郎和女朋友们决定今天晚上就把于香里救出来。他们一起潜入了于香里家的大豪宅，豪宅警备非常森严。炼太郎掏出一个橡皮球朝于香里的房间窗户砸去，想让他把绳子放下来拉他们上去，结果砸偏了，球也被一只直奶猫抢了。几个人类都不是直奶猫的对手，好不容易齐心协力把他抓到，搞出来的动静把警卫给引了过来，几人连忙躲到草丛里，没想到小猫突然跑出去帮他们解围，警卫被小猫吸引了注意，直奶就带大家找到了专供小猫通过的小门，只是这个大小他们也进不去。这时直奶捡了一堆石子，根据门的造型推导出锁的位置和类别，然后能以击中开锁位置的角度和力道不停地弹射石子，最后竟然真的让他们门给打开了。但炼太郎却没忙着进去，而是抓过直奶的手，查看他开裂流血的指甲，赶紧掏出消毒液和胶布绑在缠上。然而进入客厅之后，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只大狗。这摊人立马跑了出去，只有小静被吓得瘫倒在地。小静知道自己很容易拖他们的后腿，干脆当场躺平，让他们跨过自己的尸体向前进。没想到他这副举动竟然引起了大狗的怜爱，也跟着趴下来狂舔他的小脸蛋。因为狗狗具有保护人类或动物幼崽柔弱生物的本能，而小静正是与无与伦比的柔弱的生物。不过狗狗也只会对小静这样，他们要是贸然进去，肯定会引起对方的警戒。于是接下来就轮到南丽出马了。南丽掏出一支能让任何生物都在瞬间睡着的安眠药，然后扔给了小静，示意她赶紧用这瓶药。小静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，把其他人都给整不会了。就在众人无计可施的时候，那只狗竟然跟着小静一起睡了过去。他们就叫醒小静，继续深入敌营，来到一条又黑又长的走廊。直男猫再次出现，还引来了警卫。警卫过来一看，发现又是猫，就随口抱怨：“你已经误出这条走廊的红外线感应器多少次了？”炼太郎他们这才知道，直男猫又救了他们一命，不然毫无防备地走过去，肯定会触发感应器。刚好南丽带了一瓶能看见红外线的眼药水，炼太郎毫不犹豫地滴进了自己的眼睛里。滴完才听见南丽说这药水有副作用，药效消失前除了红外线什么东西都看不到。这时唐英在地上捡到了一个信封，刚刚那瓶药剂就是用这个装的。直男的眼睛看到了上面写着英文收件人，是国外一个拥有巨型药学研究所的研究团队。当初南里说过，他最近最用心做的就是用来应征向往研究团队的药，难道就是这个吗？而且据直男所知，药剂如果不在今天送出去的话，是赶不上应征的。南里却表示，雨香里比这支药剂更加重要，大家都想尽其所能的救出雨香里。炼太郎当然不会辜负他们的期望，结果睁开眼睛一看，前面密密麻麻全是红外线，好在那个红外线只达到了某个高度，再往上就没了。于是他们想了一个离谱的办法，把炼太郎和比利惊人的唐英绑在一起，两人卡在两边的墙上，同时往上走，移动到没有红外线的高度，再横向往前走。但这种方式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炼太郎的头会不停地蹭唐英的腹部，蹭着蹭着就把衣服给蹭上去了。现在他的脸紧紧地贴着唐英的肌肤，那妙不可言的触感让唐英小脸通红，感觉气血下涌，差点控制不住呻吟出声。最终在移动过去的同时也达到了高潮，剩下的路就只能他们两个人继续前进了。炼太郎向另外3人保证一定会把雨香里带回来。终于他们来到了雨香里的卧室，一开门发现雨香里正看着上次拍的照片哭泣。然而紧接着警报声就响了起来，原来雨香里的妈妈为了不让雨香里逃跑，直接在房门设置了警报器，超人骑士。警报声一响，雨香里妈妈就带着警卫围了过来。雨香里妈妈将他们2人带回了大厅，表示看在2人是雨香里朋友的份上，暂时不会剥夺他们的自由。炼太郎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失败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用真诚来感化岳母，直接跪下保证自己一定会给雨香里幸福。可惜他这些漂亮话在人家妈妈面前一点用也没有。玉里表示自己的13岁就生下了雨香里，那时他的爱人受到病魔摧残，他为了留下爱人活过的证明，组建最高级的医疗团队进行了人工受精。而雨香里的恋爱脑就是遗传了他，只要坠入情网就会盲目到无可救药。可后来玉里的爱人还是去世了，雨香里也成了他唯一的救赎，却无法填补那人留下的空虚。这段惨痛的经历让他绝不允许女儿步自己的后尘。万万没想到，听完了玉里的经历，炼太郎竟然心疼得汪汪大哭，但他也不希望让雨香里感到后悔，哪怕用自己这条命也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他一边说一边揉着眼睛，眼药水的作用终于消失，他也可以看清楚周围的一切了。就在他和玉里对视的那一瞬间，两个人同时感受到了电流穿过全身的刺挠感。毫无疑问，这位也是炼太郎的真命天女。回过神来后，玉里立刻向炼太郎告白：炼太郎和我交往吧。瞬后才意识到自己这话多离谱。
赶紧改口，强调自己是不会认同炼太郎和羽香里之间的恋情的。说完后，亮出了一台测谎仪，要求炼太郎上去测一测，但凡他的真诚有一丁点瑕疵，就必须离开羽香里。炼太郎当然是不怕测的，但他可不确定于里会对这台仪器动什么手脚，于是双方都同意让唐英先上去测一测。第一个问题就是诛心之问，接着问唐英的罩杯到底是多少，因为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回答的是真是假。唐英果然不诚实，第一次回答 B 偏 C， 测谎仪立刻发出了说谎的叫声，唐英无奈只好坦诚是 B 罩杯。结果被测谎仪锐评，还是有点在骗人，终于不得已说出了实话，是 B 偏 A， 这才通过了测谎。第二个问题是你喜欢炼太郎吗？对于唐英这个傲娇来说，简直比第一个问题还要困难。他敷衍的回答说喜欢，没想到测谎仪竟然说他在说谎，自己最爱的女朋友竟然不喜欢自己。炼太郎大受打击，当场倒地，试图催眠自己是在做梦。唐英想起了第一个问题，测谎仪对于答案的精准程度，努力克制内心的傲娇，这次回答非常喜欢，结果还是被认定成说谎。哪怕做到超级喜欢，喜欢到难以置信的地步，测谎仪还在那叽叽喳喳说骗人。炼太郎一次又一次的受到打击，血都快喷完了，还看到了已经去世的奶奶在河的另一边朝他抛飞吻。这样下去，他自己要先撑不住了。唐英也终于说出了内心最精准的答案：炼太郎对于他来说就是世界第一最喜欢的人。等他破釜沉舟的喊完这句话之后，测谎仪终于消停了。炼太郎也放下心来，把唐英拉上去，自己坐了上去，大声向唐英告白，自己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唐英的人。总之，经历了这么一波，也基本可以确定测谎仪的可信度了。接下来就是裁定炼太郎对羽香里是否抱着真心的审判了。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，炼太郎完美的通过审判，层出不穷的花式告白让玉女都直呼师傅别念了，这个少年简直太可怕了。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明脚踏了5条船，却对每一个女朋友都如此真诚的渣男呢？就在这时，女仆惊慌失措的跑了过来，说大小姐打算从窗户掉下去。唐英反应最快，立刻反手勒住玉里的脖子当成人质，让警卫放炼太郎去羽香里的房间，因为他相信炼太郎会来接自己的。为了不辜负唐英的付出，炼太郎立刻跑向羽香里的房间。但玉里作为羽香里的亲生母亲，怎么可能放心把女儿交给这么一个渣男呢？由母爱而生的力量竟然将唐英这个怪力女硬生生拖着走。但唐英对羽香里的朋友的爱也不会输，两人陷入了僵持。另一边，炼太郎赶到了羽香里的房间，告诉羽香里自己来接他了，现在就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，他们可以一起逃出这种宅邸。可羽香里知道，就算逃得了一时，也逃不了一世，他们会被自己的母亲追杀到天涯海角，炼太郎的人生也会因自己而毁。羽香里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果。然而对炼太郎来说，没有什么是比少了羽香里还要更不幸的人生。只要羽香里还在他身边，今后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，他都会幸福。一番真诚告白后，羽香里终于愿意回到他身边了。结果一低头看到这个高度，心里突然升起了恐惧，还没等炼太郎走过来，就失足掉了下去。炼太郎立刻冲上去，一把拉住羽香里的手，只是这样下去，他也会被羽香里一起拉到外面的。唐英和羽里刚过来就看到了这一幕，两人还是掉了下去。但炼太郎将羽香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在空中用力改变了方向，他们竟然成功掉进了庭院的喷泉中。在庭院中等着的几个人也赶紧跳下去救人，终于打救得安然无恙。炼太郎和羽香里紧紧相拥，眼睁睁看着女儿历经生死关头，羽里也不敢再拆散他们了。而唐英上来就是一巴掌，炼太郎再一次向羽里保证，就算牺牲自己这条命，也会让羽香里幸福。确认炼太郎说的那些话并非花言巧语，羽里终于可以放心的将女儿交给这个男人了。不过炼太郎可不仅仅想要给羽香里幸福，连羽香里的妈妈他也要一并给予幸福。握住羽里的手就开始深情告白，我也想和你一起度过今后的人生。其他人虽然已经习惯了炼太郎隔段时间给他们带一个新姐妹，但这一次把女朋友的妈妈也加进来，未免也太离谱了吧。羽里已经欣然将炼太郎抱在了怀里，还大力邀请大家一起来自家大浴池泡澡。炼太郎的女朋友们互相搓澡，抚摸对方的身体，不想加入他们的唐英就一个人回到了房间。没想到刚好遇上了炼太郎，明明更亲密的事情都已经做过了。看到唐英露出来的腹部后，炼太郎还是羞得满脸通红。唐英想到了当初两人一起通过红外线的场景，难为情的将炼太郎推倒在床上，非得回敬他，然后就趴在炼太郎的肚子上狂蹭。好家伙，说好的惩罚为什么变成了对他的奖励？布雷特怎么会这个？就在两人干柴勾动烈火，一发不可收拾的时候，南丽推门而入，坏了他们的好事。最后于里为大家准备了不同款式的睡衣，对于炼太郎就更是欲罢不能的奖励了。看到年轻人们欢乐的场景，单身酗酒的于里直接燥到流鼻血，借口说给大家倒水离开了房间。炼太郎担心他，赶紧追了上去，安慰他以后会有更多快乐的事在等着他们。这句话让于里再也无法忍耐，倒进炼太郎怀里，满脸通红的告诉他，今晚来我房间吧。叫他6条船的炼太郎今天晚上终于要脱离处男成为大人了吗？